楞嚴經問了7次心在哪裡，至今沒人答對。不妨也問問自己，你的心究竟在哪兒？不是指胸腔裡那顆跳動的血肉器官，而是此刻正在聽這段話，正在領會其中意趣的那個覺知，它安住於何處？你或許會下意識指向腦袋，或是摸摸心口。2500年前，阿難也被這樣問過。他並非尋常弟子，隨侍佛陀20餘載，親聞教法最多，技藝超群，被譽為多聞第一。可佛陀沒考他背過多少經文，只問了一句：當初你見我相好莊嚴，心生歡喜，才發心出家，那個生起歡喜的心到底在哪兒？阿難本以為不難答，他說了一個處所，佛陀搖頭，換一個又被否定，第3個、第4個，直到第7個，7次回答，7次被推翻。這便是《楞嚴經》最著名的開篇7處真心。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今天我們要讀的是一部在漢傳佛教中分量極重的經典。古人說開悟的楞嚴，成佛的法華。順帶說一句，這部經的來歷本身就有爭議，有人認為它是印度原典，也有人認為是中土篆述，真到今天也沒有定論。我這期不打算給你答案，只講他說了什麼。在所有佛經裡，《楞嚴經》或許最像一部推理小說，它不急着給答案，而是把你自以為正確的見解一層層剝落。上一期講大乘起信論的一心二門，這一期的《楞嚴經》便是那把手術刀的升級版。先看阿難的7次試探。第一次，他說心在身內，這是凡夫最直覺的反應。佛陀反問：若心在內，理應先見五臟六腑，再見外物。你能看見自己的心肝脾肺嗎？阿難說不能，既不能見內，便不在內。第二次，阿難改口說心在身外。佛陀道：若心在外，身心便互不相干，可針扎手時，心立刻之痛。心既在外，憑什麼感知身體的觸受？此說不通。第三次，阿難思量後說，心潛藏在感官根門裡，就像人躲在琉璃碗後看世界，能見外物，自身卻藏在裡面。佛陀問：若心躲在眼後向外看，理應同時看見自己的眼睛，你看得見嗎？第四次，阿難換了思路，閉眼見暗是心在看體內，開眼見明是心在看體外。佛陀破斥，閉眼所見的黑暗是呈現在面前的鏡像，屬於所見，能見與所見並非一體。況且若黑暗即是體內，為何睜眼見光明時沒順便看見自己的臟腑？第五次，阿難說心無定所，隨緣而生，哪裡有因緣聚合，哪裡就有心。佛陀追問：若心隨緣而生，便無自體，一個沒有本體的東西，憑什麼叫心？你說它在因緣匯聚處，緣散即滅，那你熟睡無心時，它又去了哪裡？第六次，阿難說心在中間，在感官與外境之間。佛陀問：中間何在？若指得出具體方位，便落回了前文的窠臼；若指不出，中間便只是個虛名，並無實存之處。第七次，阿難已被逼至絕境，索性說：我無所執着，不在內外中間，無所住便是心。佛陀再破，這無所住究竟是有還是無？若有，便有存在之相，相在何處？若無，豈不與龜毛兔角一樣虛幻？7輪交鋒，阿難啞口無言。初讀此處，許多人會覺得佛陀是在抬槓，每個答案都能挑出毛病，那到底什麼才對？我記得自己第一次讀這段的時候，坐在書房裡發了很久的呆。後來我把書合上，試着自己回答這個問題。我發現不管我怎麼想，總是跳不出阿難的那個圈。說在哪裡都有破綻，說不在哪裡也有破綻。最後我忽然意識到，可能不是答案的問題，是問法的問題。佛陀並非刻意刁難，而是要逼阿難看透所有答案背後共通的謬誤。什麼謬誤？阿難始終預設心是一個物件，可以被安放在某個位置上。無論他說在內、在外還是在中間，本質上都是在給心找坐標。佛陀要破除的不是某個具體的坐標，而是心需要坐標這個預設本身。這個難題至今仍困擾着現代科學。神經科學花了100多年尋找意識在大腦中的定位。
有人說是前額葉皮層，有人說是丘腦，有人提出屏狀核，也有人認為意識是分布全腦的全局工作空間，爭論至今尚無定論。這與阿難的七輪問答何其相似，每找到一個位置就會被新的實驗證據推翻，並非找的位置不對，而是意識是可以被定位的實體這一前提恐怕從一開始就錯了。楞嚴經用7個問題拆解了這個前提，今天的科學還在路上。這是楞嚴經的第一把刀，心不是一個可以被安放的对象，但經文並未止步於此，還有第二把更鋒利的刀。破完心在何處，佛陀緊接着拋出另一個命題，你所見的一切並非外界傳送而來，而是你自己的心識系統生成的。經中稱之為循業發現，循業即順着過往累積的業力習氣，發現不是找到了新事物，而是當下的感知如此呈現。講件我自己的事，某年冬夜，我半夜起身倒水，路過客廳時，餘光瞥見沙發旁地上有一團黑影，渾身一激靈，腳步頓住。那一瞬，大腦告訴我那是只大老鼠，心跳加速，後背發涼，手微微發抖。打開燈一看，不過是女兒白天落在地上的黑色毛絨拖鞋。老鼠從未存在，恐懼卻是真的，心跳也是真的。那只老鼠是誰放的？不是拖鞋，是我自己的心识系統在光線昏暗時調取過往經驗數據庫主動渲染出來的。你仔細想想，這種事你一定也經歷過。半夜的衣架變成了一個人影，角落裡的水管聲變成了有人在走動。每一次都是你的心識先交了答卷，你的感官後來才去校對。這正是現代認知科學預測編碼理論所描述的過程。大腦並非被動接收信號的攝像頭，而是一台預測引擎。它先依據過往經驗生成預期畫面，再用感官數據校驗，匹配則覺正常，不匹配則產生誤差，進而微調模型。關鍵在於順序，你看到的世界首先源於大腦的預測，而非外界信號。先有預測，後有校驗。楞嚴經說的便是此事，只是換了種表述。你所見的不是外境，而是心識系統依循業力種子在當下投射的畫面。你的業就是先驗模型，六根是接收誤差信號的通道，此刻感知的整個世界皆是這套模型渲染出的現實版本。此前講唯識學時提過這個結構，阿賴耶識的種子是模型參數，第六意識是當下的推理進程，末那識則是那個永遠給結果蓋上這是我印章的審核員。楞嚴經在此更進一步，它不只是解釋心識如何運作，而是直指你看到的整個世界都是這套系統的輸出，而非輸入。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你跟你認識的每一個人可能生活在同一個物理世界裡，但感知到的完全不同。一個從小怕狗的人走進公園，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遠處那條拴着繩子的狗。一個園藝愛好者走進同一個公園，第一眼看到的是花壇裡新開的那叢月季。世界是同一個，但他們的心識根據各自的種子庫渲染出來的畫面完全不一樣。這就是循業發現的日常版本。你以為你在看世界，其實你在看自己。不過楞嚴經比預測編碼多走了關鍵一步。預測編碼止步於大腦是預測引擎，致力於讓預測更精準，減少誤差，以此推動認知進步。楞嚴經卻說還不夠，問題不在於預測準不準，而在於你把預測的畫面當成了真實世界，把自己的投射當成了客觀現實，這才是無明的根源。佛陀打了個比方，有人眼生翳障，夜裡看燈火，會看見燈焰外面套着一圈五色的光暈，便以為那盞燈真的長了光暈。旁人否認，他不信。佛陀說，你每日所見的整個世界都是在眼有翳障的狀態下看到的，這翳障不在生理，而在認知，是心識系統帶着無始以來的先驗權重在渲染萬象。何時能見那盞燈的本來面目？不是換一副更好的眼鏡，而是眼翳痊癒，不再把自身的投射當作世界本身。這便與上期講的大乘起信論呼應上了。起信論說，真如門是不生不滅的覺性，生滅門是阿賴耶識的染淨交織。
楞嚴經在此補了更鋒利的一刀。你之所以在生滅門裡打轉，不是因為外界太複雜，而是從未懷疑過自己眼中的世界究竟從何而來。你一直在找心在哪裡。佛陀說，問題不在心在哪兒，而在你預設了一個可以安放心的哪兒。你一直在找真實的世界。佛陀說，問題不在世界真假，而在你以為自己看到的就是世界。兩把刀合璧，楞嚴經上半部便完成了核心使命，拆盡關於內與外的全部假設。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世界非從外傳入，而是依循累積的種子，在當下生成。說到這兒，想起評論區常有朋友問，道理都懂了，可念頭就是停不下來，閉上眼，焦慮、創傷、悔恨的畫面反覆重放，明知是假，他卻揮之不去。其實七處真心已給出線索，念頭停不下來，不是因為畫面來自外界，而是因為心識系統一直在巡夜發現，依循舊種子自動渲染。你以為在回憶過去，實則是在當下重新創造了那個畫面。念頭不是外來入侵者，是你自己的系統在運行。看清這一點，不是為了強行止念，而是在看見機器運轉的那一刻，你與它之間多出了一方空隙。那方空隙正是修行的起點。那麼問題來了，若心無處可尋，若所見皆是投射，究竟什麼是真實的？有沒有一樣東西是拆不掉的？你有沒有注意到，當你真的安靜下來，不再忙着給心找位置的時候，有一個東西是一直都在的。它不需要位置，但你此刻的每一個感知都離不開它。它不需要定義，但每一個定義都是從它出發的。那是什麼？楞嚴經下半部正是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那便是下一期的內容了。你覺得你的心在哪裡？今天聽完7個答案，全部被推翻了。那你自己的答案是什麼？我很好奇，想在評論區看到你的思考。我是王立杰，我們下期見。